我绑定了恋爱攻略系统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穿越时系统出了差错，我被传送到了恐怖游戏。系统宿主，这个世界的男主有点病娇，有点特别，你要救赎他，治愈他，让他爱上你。我看着眼前右眼缠着绷带、刀尖舔血的男人，有些挂不住笑，确实是有点病娇，有点特别。眼前的男人右眼用绷带粘住，右手拿着的刀子滴答滴答地往下流下血迹，神色怪异地望向我。他语气悠悠，又带着莫名的兴奋。呀，又有人送上命来了！我有些紧张地压抑住自己吓得发抖的手，在脑海里紧急召唤系统。你确定？这只是有点……系统看不清我这边的状况，信誓旦旦地安慰我：放心啦，宿主。虽然说这次副本有点难攻略，但是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一个护身符。就算他一时想不开要跟你同归于尽，他也能关键时刻能保你一命哦。我沉默了一下，望着眼前拿着刀子朝我缓步走来，笑得狰狞诡异的男人，咽了下口水。你确定他是想跟我同归于尽？我怎么感觉他只是单纯的想要我命？来不及考虑其他，我直接冲上去就把他狠狠抱住。老公！男人原本就要落在我身上的刀子停顿了一下，他身体僵硬，不可思议地问道：你说什么？我抬头，努力眨巴着我的卡姿兰大眼睛，我这条命，你要是想拿便拿去罢。如果能以此证明我对你的爱的话。顾哲，我看见他原本白得不带一丝血色的脸，唰的一下红透了。没想到这病娇居然还是个容易害羞的。我忽然又觉得这攻略燃起了希望。他估计是有些好奇，问我你为什么不逃？我诚恳地说道：因为我爱你呀。爱。他似乎无法理解，不过他只喜欢看别人逃命时仓皇而逃，用恐惧的眼神望向他的反应。如今我面对他毫无畏惧的模样，倒是让他失去了想要追杀我的兴趣。他松开我，不自在地轻咳一声：你先随便找个房间住下吧。说完，他就要上楼。我忙扯住他的衣服，抬头可怜兮兮地朝他撒娇：我想跟你一起住。对付这种容易害羞的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对他死缠烂打，厚脸皮输出。他听到我的话，脸颊更红了，白皙的脸总算是有了些血色，不动声色地把他染着血迹的衣角抽了回来，又换上另一边干净的衣角，重新放到我手心，让我抓住。轻轻地冷哼一声后，语气懒懒地说道：我可没同意。转身就上楼了。我扯着他的衣角跟在他身后，看着他的背影，不禁觉得有些好笑。没想到还是个傲娇啊。上楼梯时，我注意到这里的装修有些别具一格，不是骷髅头的灯具，就是渗血的壁画，连窗户都是破破烂烂的，寒风夹杂着细雨洒进来，带着些许凉意。墙壁上渗着水珠，整栋房子里都散发着一股潮湿的味道，时不时还会有些不爱打扮的人出来和我们打招呼。在又一次碰到披头散发、穿着白衣的女人腾空出现在我眼前时，我还是没忍住和她搭话了：小姐姐，需要橡皮筋吗？她原本对着我竖起的长指甲停在半空，似乎也被我的善意打动了。我觉得她有些可怜，估计是没钱，她才沦落到住这个破旧的宾馆。多好一姑娘啊，却只能穿着残旧的裙子。钱我是没办法给她了，橡皮筋倒是可以提供一个。就在她愣住时，前面的顾哲长腿一绊，把她扫倒在地，别挡道。等那个女人看清顾哲的模样后，瞬间怪叫着连滚带爬地跳下了楼梯。啊，这离场方式可真别致。顾哲的左眼懒懒地耸搭着眼皮，脸上没什么表情地问我：你对所有人都这样？他的意思是以为我对所有人都这么好吗？见他面色不愉，身上又开始散发着那种丧丧的想要拿人命的压迫感，我急忙上前抱住他的胳膊。怎么可能？我以为他是你的朋友，我才这样对他的。爱屋及乌，懂吗？原本阴沉的脸色又难得见晴了一些，他嘴角勾起若有若无的弧度，语气淡淡：我没有朋友，你只用对我好。这小样还是个醋坛子呢。跟着顾哲来到一个房间门口，他开门的动作顿了一下，示意我先在这里等他。我想着男生的房间多少可能有点隐私，也尊重，便乖乖地站在门口等他。几分钟后，他从里面把门拉开了，居然还换了套干净的衣服，黑色的长衫，额前略微凌乱的碎发，以及带感的缠住右眼的绷带。虽然只能看到他的一只眼睛，可我却能看到他猩红瞳孔里的期待。他在期待我进入他房间。我有种走进别人世界，光明正大窥探别人隐私的感觉，走得又慎重又期待。很单调又简单的布局，房间里就一张床，还有一个巨大的衣柜。床铺4件套都是纯白色的，头顶的白炽灯略微刺眼，照得我差点睁不开眼。说实话，有点诡异。那个衣柜的设计竟有点眼熟，有点像棺材。不过我选择尊重祝福，更何况人家还是心理不太健康的病娇呢，有点特别的喜好也正常。我好奇地打量了一下，有些想知道他衣柜里都会是些什么衣服。就在我伸手抚上他的衣柜门时，他出声制止住我：别！可是已经晚了。我傻眼地看着已经塞不下，然后一开门全部涌泻出来的各种瓶瓶罐罐，全是透明玻璃瓶装的各种器官，有耳朵，有手指，有眼睛。他的神色瞬间变得复杂，手中也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刀子。
似乎只要我出现一点恐惧或害怕的神情，他就会立马把我抹杀。谁料下一秒，我惊奇地捡起其中一个瓶子，里面装着的眼珠正漂浮在淡蓝色的液体里。哇，这是你做的吗？好漂亮！我发自内心的赞叹。你别说，这仿真眼珠做的还挺别致的，好逼真啊，就连上面的血丝都跟真的一样，完全看不出来手工的痕迹。没想到他还有这项天赋。顾哲愣了愣，手中的刀子啪嗒一声掉落在地。是我做的。他有些诧异，你不害怕？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害怕呀？我佩服你都来不及呢。他脸上的表情很是精彩，经过一番变换后，他最终还是有些开心地朝我慷慨道，你喜欢哪个？我送你。这么逼真的器官，拿出去应该能卖个好价钱吧？又多金又大方又帅气又带感的攻略对象，我真的爱了555。不过我摇了摇头，还是不用了。他的脸色又开始逐渐阴沉，眯着眼睛看我，为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很喜欢？你骗我。我解释道，我只是觉得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，咱俩没必要分那么清。他又阴转晴了，这男人变脸的速度可真快。他不自在地看向别处，你先洗个澡吧，我去给你做饭。说完，不等我回应，他就转身出去了，耳尖染着一抹红晕，可真容易害羞啊。洗完澡出来，我一边擦着头发，一边拉开门走出房间。还没迈出门呢，我就看到地上摆放着个洋娃娃。洋娃娃看起来被缝补了很多次，上面全是针线，只是嘴角处又有一块坏掉的地方，棉花从里面露了出来。我正疑惑着呢，就听到旁边响起一道声音，你有见到我的洋娃娃吗？我愣了愣，看过去，发现是个不过6、7岁的小女孩。她扎着2条马尾辫，穿着旧旧的公主裙。只是我方才听到明明是成熟女人的声音。不疑有他，我捡起地上的洋娃娃，正准备递给她，谁料她的脸色忽然变得狰狞起来，怪叫道，你弄坏了我的洋娃，小朋友，你这洋娃娃坏掉了。我打断她的话，你等着，我给你缝一下。接着不顾她呆住的神情，转头进房间翻找针线。我记得刚刚在衣柜里有看到过来着，找出来后发现针线上带着些红色不明液体，还有一股难闻的铁锈味，应该是真生锈了吧。我不疑有他，擦干净上面的液体，就开始认认真真的给那个小女孩缝洋娃娃。不多时，一个缝不好的洋娃娃就做好了，就是有点丑陋，没办法，业余的。我笑着递给那个小女孩，大方道，不客气。不等她对我发表感谢的话，我就开开心心的下楼去找顾哲了。唉，我总是太乐于助人了。等我到达餐厅时，顾哲已经坐在椅子上等我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举起刀叉，正准备饱餐一顿时，这才注意到盘子上是一道还沾着血的生肉。我看向动作优雅，举着刀叉淡定切着肉的顾哲，不可思议，你平时就吃这个呀？他闻言，脸色又开始变得晦暗不明，语气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危险。你不喜欢？不是，我有些着急，你怎么能老是吃这么生的肉呢？生肉有很多寄生虫，还有细菌，你不知道啊？万一你吃生病了怎么办？顾哲原本危险的神色僵住，我站起身来，挽起袖子就抢过他面前装着生肉的餐盘。等着，看我给你露一手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咳嗽着从浓烟中跑出来，手里端着一盘黑漆漆的不明物体，我脸上还沾着脏兮兮的东西，偏偏我还不自觉地一脸开心地朝顾哲说道，顾哲，快尝一下我精心为你做的。兴许是我这副邀功的模样打动了他，他竟然真的不怀疑这团黑漆漆的物体是否能入口，用刀子切下一小块后就放入嘴里。被我煎焦的牛肉在他口中咔嚓咔嚓作响。好吃吗？他犹豫了半晌，还是说道，难吃。人家小说里不都是，就算女主做的再难吃，男主也会一脸幸福的微笑着把它全部吃完，还夸赞好吃的吗？下一秒他又说道，不过我爱吃。我微愣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近得离谱，我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他脸上微小的绒毛。不得不说，他的睫毛可真长啊，又长又翘的，让我一个女生都自愧不如。高挺的鼻梁下是让人心动的薄唇，我难耐地咽了一口口水。该死的，我的心跳怎么越跳越快？最终我还是把它倒掉了，因为我怕那团黑乎乎的肉会吃出人命。本来顾哲还一脸阴沉地阻止我把它倒掉，直到我再三保证会给他重新做一道新的，他才勉为其难地同意了。这里没有网络，也没办法从网上搜寻菜谱，我从冰箱搜罗出来几个鸡蛋和番茄，简单地做了道人均拿手的菜品——番茄炒蛋。我本以为顾哲会嫌弃这道没什么技术含量的菜，却没想到他竟然吃得津津有味的。我好奇地问他，你没吃过这道菜吗？他迟疑了一下，摇了摇头。我心里对他的同情又多了几分，他小时候的遭遇该有多惨，居然连这么简单的菜式都没吃过。于是我又信誓旦旦地给他做了几道简单的拿手好菜，比如说煎鸡蛋、鸡蛋羹、鸡蛋炒饭，每一道菜顾哲都吃得津津有味的，让我非常有成就感。吃过晚饭，清理完厨房，时候也不早了。
我躺在顾哲的床上，盯着天花板，睡意全无。因为顾哲在我旁边，整个人扒拉在我身上，怕我逃了似的。我正准备把他推开一点，好让自己有些呼吸的空间时，一侧头就看见了他的睡颜。他似乎睡得不太安稳，眉头紧蹙着，呼吸也有些急促，应该是梦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。我伸手轻拍着他的后背，安抚着他。一般病娇的形成都跟从小到大的生长环境有关，像顾哲这样敏感的，估计小时候受了不少挫折，心里涌上一股名为心疼的情绪。接下来几天，日子都过得还算安稳。虽然说偶尔会碰到住在这里的一些奇怪的房客，但总体来说还算自在。主要是顾哲真的太好玩了，简简单单一句情话就能逗得他脸颊泛红，再加上他那副高高在上、懒散的傲娇模样，更具有反差感。而跟在他身后絮絮叨叨给他讲情话这件事，变成了我的日常之一。顾哲，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？顾哲正忙着给我洗衣服，闻言思考了一下，我这里没有时钟。我不管不顾地接着说道，不，现在是我们幸福的起点。顾哲，他的表情不变，手上搓衣服的动作却加速了许多。顾哲给我养的玫瑰浇水时，我又凑到他身边问他，顾哲，你知道今天刮的什么风吗？他盯着眼前纹丝不动的杂草，今天没有起风。我有一种不顾他人死活的松弛感，不是我想你想的快要发疯。顾哲依旧没有任何表示，只是默默地把手中水壶里的水泉都倒在了我的养的玫瑰上。日子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，我能感受到顾哲对我的防备和试探也一点点放下了。就在我觉得攻略有望时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你就是顾哲？他进门后便长舒一口气，终于到最后一关了。接着他又盯着顾哲，死死说道，这次我一定要通关。彼时我正和顾哲共进晚餐，看着眼前的男人，顾哲不动声色地把我挡在身后，懒懒地扫了他一眼，看上去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，语气平淡，又来一个送死的。只是我有点困惑，什么通关？这男的谁啊？难道他也是来攻略顾哲的？不应该呀，他丫的他不是个男的吗？还莫等我捋清楚思绪，男人就注意到了我。这副本的 BOSS 还有对象？他诧异道，我记得顾哲在游戏介绍里是没有女朋友的呀。等等，什么游戏？他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听不懂？顾哲看着我盯着男人发呆的模样，脸色瞬间黑了下来。你对他感兴趣？不等我答话，顾哲手中腾空出现一把镰刀，二话不说的就朝男人砍去。那男人脸上瞬间露出惊恐的神情，撒腿就跑了起来。顾哲追着他从1楼砍上3楼，连楼梯家具都砍坏了不少。我一边心疼的在身后跟着扶起那些被撞倒的家具，心里一边焦急的呼唤着系统。系统，宿主遇到什么问题了吗？那个男的是谁呀？通关是什么意思？这不是小说里的世界吗？关游戏什么事？我一股脑的朝他问道。系统被我这一串问题吓了一跳，忙回答，宿主稍安勿躁，我这就为您查询一下。很快，他的声音又在我脑海里回荡起来。不好意思，宿主，你当初穿越时，系统这边出了一点点小问题。我皱眉，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系统出故障，把你传送到恐怖游戏、恐怖住宅里去了。而顾哲就是这里的 BOSS。啊！我忙不迭发出一声尖叫。顾哲原本正忙着追杀那个名为张旭凯的男人，听到我的叫声，以为我出了什么事，也顾不上别的，忙回到我面前。他声音带着紧张，怎么了？我颤抖着嘴唇看着眼前的男人，脸色发白。这居然是恐怖游戏里杀人不眨眼的杀人狂魔顾哲。那我之前碰到的长发女抱着洋娃娃的小女孩，我有点破防了。偏偏顾哲还在不停地询问我哪里不舒服。我脸色苍白地回答，我的脑子，我的心脏，我的乳腺，我哪里都不舒服。顾哲紧张地扶着我坐下，我大口大口地呼吸着，试图平复一下我的心情，根本平复不了一点。这个破系统也太不靠谱了吧，居然连传送都能传送错。偏偏他还试图找补。这样吧，宿主，你要是能让顾哲爱上你，我们这边也算你攻略成功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通情达理？通情达理个鸡毛！这么想来，顾哲衣柜里的那些眼珠、耳朵、断手都是真的。我甚至还把他们拿在手上欣赏，我还夸他们逼真，能不逼真吗？那 PM 都是真的。我突然觉得胃里一阵反胃，差点吐出来。顾哲见我这副模样，忙轻拍我的后背，有没有好点？我面如死灰，一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。顾哲看着我，似乎陷入了沉思，紧接着他又小心翼翼、紧张又期待地问我，你该不会怀孕了吧？怀孕？我一时分不清是我疯了还是他疯了。他该不会觉得男女同睡在一张床上就会怀孕吧？这恐怖游戏里的 BOSS 还真是令人困惑的天真。我古怪又别扭的神情在他眼里，就像坐实了他的想法一样。他一向懒洋洋的神情瞬间紧绷起来，小心翼翼地把脑袋凑到我肚子上。欣然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他是在踢我吗？我看着他期待的神情，忽然觉得心底一片柔软。应该不是，
我只是有点想拉肚子了。在顾哲一脸黑线的表情下，我有些怪不好意思的挠了挠头。都怪他老是做那么多好吃的，害我吃太多了，有点撑，想拉肚子了。不过，顾哲应该很期待有家人吧？他在这里没有朋友，没有亲人，甚至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，还有经常应对那些擅闯进来对他喊打喊杀的人。他会寂寞吗？不得不说，尽管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可这些天来的相处，早已让我对他有了不一样的感情。他对我是不一样的，他对我的好，我也真真切切地感受到。我伸手抚上他的脸，试探性地问道：“顾哲，你是不是很想拥有自己的孩子？”顾哲愣了一下，抬头看向我，猩红的眸子只装得下我一个人。我不要什么孩子，我只要你，欣然。你不能离开我，也不要背叛我。他眼里染上痛苦的神情，脆弱的像是随时都会破碎掉，我会死掉的。周欣然。晚上我睡不着，起来喝水时，突然有个人影从身后捂住了我的嘴巴。别吵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见我不再挣扎，他松开了我。我这才看清了他的模样，是白天那个男人。张旭凯扫了我一眼，我看你也不像是这个副本里的 NPC 啊，你也是这个游戏的挑战者。我含糊道，可能吧。他又追问我，我看顾哲跟你挺熟的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合作，一起打通关？到时候我们就能一起回现实世界了。我抿了一口水，避而不答地问道，老兄，我对这个副本还不是很了解，你跟我介绍一下顾哲呗。他嗨了一声，随意地靠在料理台上，你游戏介绍都没看就敢进来呀？顾哲在这个副本里就是 BOSS， 设定是心理不太正常的杀人狂魔，从小到大在孤儿院里长大，经受了很多非人的折磨，比如说被院长虐待呀，被孤儿院的人霸凌啊之类的。后来他心理扭曲，一把火把孤儿院烧了，来到了这里。那只眼睛就是在孤儿院的时候被弄受伤的。还有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那衣柜，很多器官，那个就是出自那些作恶多端的人。不过他也挺惨的，本来挺善良的一人，结果每次的善良都会得不到好的报应。收留无家可归的大叔，结果被大叔性骚扰；救助饥荒的乞丐，结果身上的钱财被乞丐洗劫一空。他说的口干舌燥的，自来熟的也倒了杯水喝了起来。还有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他那衣柜，很多器官，那个就是出自那些作恶多端的人。要想通这最后一关，就要通过他房间那扇门。我听着他的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在他眼里，顾哲不过是捏造出来的一个游戏角色，所有的设定和经历都是设计者赋予他的。可在我眼里，顾哲确实真真切切存在的，活生生的一个人。那些轻描淡写的设定，也是他真真切切的经历过的。我垂下眼眸，语气平淡地说道：“我答应你。”回到顾哲的房间，我环绕了一圈，并没有看到所谓的门。难道我把目光看向了衣柜？应该是在衣柜后面了。睡梦中的顾哲习惯性的神色想要把我拥入怀中，却扑了个空。他瞬间睁开了眼睛，看到了站在门口的我。我过去抱着他，安抚道：“我有点渴，去喝了点水。我没有离开你。”他原本紧绷的神情总算是放松了下来。我望着他的眼睛，有些心疼地抚上了他粘着绷带的右眼。顾哲，你会疼吗？他愣了愣，侧头亲了一下我的手心。我不怕疼，只要你不离开我。我心里有些动容，眼睛酸涩湿润。我轻轻地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，慎重又小心翼翼，像是面对什么珍宝似的。顾哲，想不想和我有个孩子？第二天我醒来时，浑身酸痛。昨晚顾哲一开始不知所措，在被我一点点教导开荤后，就跟食髓知味一般，抓着我来了一次又一次，直到我实在是困得受不了了，连声求饶，他才堪堪放过我。迷迷糊糊间，我听见他在我耳边轻声说道：“欣然，我从未这般开心过。”我那时候心里一片柔软，很想亲亲他，告诉他会让他一直这么开心的。可我实在是太困了，累得我眼皮都睁不开。后来就干脆睡了过去。我一下楼就看见了在厨房忙活着给我准备午餐的身影。顾哲见我下来，眉目柔情的快步走到我面前，把我抱起来。累不累？我脸颊一热，摇了摇头。你做什么吃的？他把我放在椅子上，从厨房端出来几道色香味俱全的菜。这段时间他受我影响，终于抛弃了喜欢吃生肉的不良嗜好，学着去烹饪。不得不说，他还挺有做菜的天赋的，厨艺突飞猛进，堪比5星级餐厅的大厨。我甚至用不上自己动手，他就喂到我嘴边。见他忙着喂我，自己都没吃一口，我便拿起旁边那杯果汁送到他嘴边。喝点果汁吧，你看你嘴唇都干了。顾哲眼里闪过一丝不明的情绪，但不疑有他，就着我的手喝了下去。没过多久，他就感到眼皮一沉，昏睡了过去。我看着他趴在桌子上的睡颜，心中涌上一种不忍的情绪。我轻轻在他额头上落下一吻。出来吧。张旭凯听到我的声音，很快就出现了。我给的迷药好用吧？他得意道，牛吃了都得倒地。我无心和他聊别的，催促道，他的房间在2楼，隐藏的门在衣柜后面。他凑过来，想要看清顾哲是否真的陷入了昏迷。我起身挡在他面前，皱着眉头道，你不信我？那倒不是。他耸了耸肩，确保万一罢了。
接着，趁我没反应过来之前，迅速掏出一把匕首抵在我脖子上，要想活命就别挡在我面前。我不可思议，你什么意思？哦，忘记告诉你了。他笑了笑，眼里闪过一丝阴险。通关的全部要求是杀掉顾哲，并且找到通关的大门。说来还得多谢你。他低低的笑出声，我正愁怎么对他下手呢。我瞪大了眼睛，你骗我？要怪就怪你自己太傻了。他冷笑道，怕什么？顶多到时候我带你一起离开。接着他的目光不善地把我从上到下打量了一遍，你这姿色倒是勉强配得上我。哦，我冷笑一声，没有镜子总有尿吧，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什么熊样，还开始对我挑剔起来了。他连给顾哲提鞋的资格都没有。他被我嘲讽也不恼，正准备动手把我绑起来时，胳膊上突然被人狠狠地刺了一刀。他吃痛地松开了手，手上的刀子应声落地。张旭凯震惊地看向那个本该昏迷的顾哲，你不是喝了迷药吗？他明明亲眼看着顾哲喝下的。我笑了笑，歪头贴心地替他解释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根本就没有下迷药？昨晚我假意答应他，不过是为了给他下套罢了。他身上有在商城买的金手指，有疾跑功能，顾哲没办法追上他，只有这样才能让他放下戒备，一举拿下。顾哲把他捆绑起来，在被杀和弃权两个选择下，张旭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。他选择了退出游戏，直接宣告通关失败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总算是解决了个麻烦，又能和顾哲酱幸福的生活了，嘿嘿。我开始憧憬着和顾哲未来的幸福生活。就在我和顾哲相视一笑，放松警惕时，突然我看见本该脱离游戏、双眼涣散的张旭凯猛地站起身来，手中拿着刀子从顾哲身后直冲过来，嘴里得意的大笑。幸好我还有一次游戏复活的机会。顾哲，小心！我眼疾手快地挡在顾哲身前，刀子毫不留情地扎进了我的心脏，一股锥心的疼痛似乎要把我整个人包围。我感觉浑身上下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，身上的温度一点点流逝。欣然，顾哲惊慌失措地抱住我的身体，他原本就猩红的眸子此刻像是要渗出血来。他伸手，手中腾空出现了一把镰刀，眼疾手快地朝眼前的张旭凯砍去。下一秒，鲜血喷溅，张旭凯的头颅滚落在地，他死了。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似乎一点也不甘心。顾哲抱着我的身体，捂住我不断流血的心脏，试图以此方式来帮我止血。可鲜血染红了他白皙的手心，也没能停止流血。我的呼吸逐渐虚弱，我看着眼前的顾哲，忽然发觉什么攻略不攻略的，最后竟然变成了我对他动心。我还没攻略他成功呢，反倒被他攻略了。他一下又一下地亲着我的脸，声音颤抖，欣然，你说过的，你不会离开我。他的声音很是慌乱，你不能骗我。我很想和他说说话，我想跟他说，就算没我的监督，也不要再吃那些生肉了，对身体不好。我想跟他说，新衣服的时候不要搓那么大力，衣服会坏掉的。我想跟他说，记得给我的玫瑰花浇水，浇水时不要浇一整壶，花会死掉的。我想说，好遗憾，我还没能和他生一个孩子。可是我没力气了，我的眼皮愈来愈重，直到后面我甚至听不清他的声音，只听到他模模糊糊的在我耳边低喃，我爱你，很爱很爱。你听到了吗？周欣然。道具护身符起效，系统恭喜宿主，目标好感度已达100，宿主攻略成功。我睁开眼时，发现自己竟然回到了现实世界。回想起脑海里系统的声音，我才知道原来是刚进入游戏时，系统送我的道具护身符起作用了，保了我一命。我没有死，而且我还攻略成功了。我拿着系统给我的奖励，心里却觉得一阵空落落的，再也没有顾哲了。我打开电脑，搜索了一下从张旭凯口中听到的游戏名字恐怖住宅。我看着游戏首页介绍顾哲的画面，眼睛一片湿润，真的是他。点开游戏角色的设定介绍，果悠然和张旭凯说的如出一辙。他的童年悲惨又不幸，简简单单的几行字就概括了他这么多年来受过的苦楚，这对他不公平。我伸手抚上电脑画面，可怎么也触碰不到他的温度了，我再也见不到他了。系统，我出声召唤他，我不要什么奖励了，我只有一个请求，能不能让顾哲来到这个世界？系统的声音有些为难，宿主，这恐怕有点难。我叹了一口气，也猜到了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接下来他又补充，不过鉴于你这次完成任务时系统出现了 bug， 作为补偿，我可以向总部那边申请一下。我眼睛一亮，连忙道谢。就算只有一点的希望，我也绝不会放弃。距离我回到现实世界已经2个月了，可是系统那边却一点消息都没有，甚至连联系也联系不上。我躺在床上第无数次叹气，估计是无望了。就在我眼睛一片酸涩，又准备落泪时，胃里突然一阵翻滚。我跑到厕所吐了起来，可干呕了半天也吐不出来什么。最近已经好几次这样了，我以为是最近思虑过多，忧郁成疾，便抽空准备去医院检查一下。走进问诊室，原本埋头写着病历的医生抬头看向我，我盯着那双熟悉的眼睛，微微怔住。他摘下口罩，露出那张我朝思暮想的面孔。
声音带着熟悉的慵懒。你好，我是顾医生，请问您是哪里不舒服呢？周小姐。抽完血做完检查，却被告知应该挂妇产科检查，而不是肠胃科。我有些不敢置信。顾哲请了假陪我，在得知我怀孕时，脸上的表情一直都呆呆的，似乎还没反应过来。我看着他的表情，好气又好笑，捶了一下他的肩膀。看到我的时候，你都没这么大反应，孩子比我重要是吧？顾哲回过神来，下意识反驳：怎么可能？孩子哪比得上你？我只是不敢相信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伸手抚上我的肚子。欣然，我们真的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我有家人了，欣然。我看着他的模样，心里涌上一股酸涩，心疼地伸手抚上他的脸。来到这个世界后，他的瞳孔已经变成了正常的棕褐色，连那只受伤的眼睛也恢复了正常。这系统办事还挺周到的。我轻声说道：顾哲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家人，我和孩子都是你的家人。我的语气虔诚又认真，像是他最忠诚的信徒。我们永远不会都离开你。阳光正好，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